这个梅花易数啊，据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能起卦断事，不需要准备什么复杂的工具，听起来简直就像一把解锁日常生活中各种小秘密的钥匙一样。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分呢，它更进一步，把卦象本身的逻辑，就是那个体用生克和观察现实的技巧，就是三要灵应给结合起来了。意思就是不光是看卦，还要看周边环境给出的信号。这套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观察生活，提供点新视角。这部分的核心，简单说就是两大块，一块呢是卦象本身的分析，我们叫它体用生克；另一块就是怎么结合现实中的观察，让判断更准，这个叫三要灵应。当然，我们还会稍微涉及到怎么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应期。古人看待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结合了逻辑推理、细致观察，还有对事物关联性思考的一种智慧吧。他试图在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里头找到某种联系。这个体用生克，体和用这两个字儿听起来有点抽象，这个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可以这么想？体就代表我们最关心的那个核心，比如问事情的我，或者我想了解的那个人、那个东西。然后呢，用就是来影响这个核心的外部因素，比如说具体的事情啊，或者环境什么的。体就是主体，是核心；用呢，就是作用力，是影响因素。确定体用，说白了就是在分析一个情况的时候，先搞清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或者说谁是环境因素。核心原则其实挺简单的，当下你最关心、最想了解的那个点，那个就是体。材料里给你归纳了3种常见情况。第一种，自战自释，就是你自己问自己的事儿，那这个时候我就是体，事情本身就是用。比如材料里的小王问相亲，他得了泽火革这个卦，我们假设啊，上卦对金代表小王是体，下卦离火代表相亲这件事儿是用，那么离火是克对金的，这就是用克体，它就可能说明相亲这件事儿让小王感觉有点压力，可能是对方条件太好了，或者场面让他紧张什么的。第二种呢是代人战事，就是你帮别人问，这种情况下被问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核心对象是体，然后事情本身是用。比如帮朋友问官司得了地水师卦，上卦坤土代表你朋友是体，下卦坎水是官司这件事儿是用，坤土是克坎水的，这就是体克用，这就可能说明你朋友在这件事里头占理，能更让控制局面。不过这里有个提醒啊，如果是问合作，体卦往往指你想合作的那个对方，这个要注意。第三种，测万物吉凶，比如你问一件物品怎么样，那这个物品本身就是体，它的使用环境或者它的状态就是用。像老张问新买的冰箱，得了山雷乙卦，上卦艮土是冰箱体，下卦震木是周围环境用，震木克艮土，用克体，这可能就暗示厨房的环境，比如电源呢、湿气啊，对这个冰箱不太友好。所以关键就是抓住那个核心关注点。材料里那个口诀我看挺好记的，自战体为己，代战体为彼，测物体是物，环境当作用。这个口诀很实用。体用定下来了，接下来就要看他们俩的互动关系了，就是生克。这个肯定就要用到五行的概念了吧？金木水火土这5种，就是五行生克，五行之间呢有相生关系，就是互相促进，比如金生水，水生木等等；也有相克关系，就是互相制约，像金克木，木克土这些。在体用这个框架下呢，这个生克关系就直接导向了吉凶判断的一个大方向。用生体就是事情来帮助我，这通常是大吉。比如你找工作，用卦生体卦，可能就意味着有贵人推荐或者机会主动送上门，这是最好的。然后是体用比合，就是两个的五行相同，气场一致，这个是中吉，表示事情比较顺利，没什么大的阻碍，就像跟朋友合作，小碗一致，一拍即合，也还不错。再来是体生用，这个是我去生助事情，意味着我要付出，要消耗，所以是小凶，就是说你得费心费力。比如创业初期，体卦生用卦，往往就表示投入比较大，这个得有心理准备。最后是用克体，事情来克制我，这个通常是大凶，表示阻碍重重，困难比较多。就像开车出门办事，结果用卦克体卦，那可能半路上堵车呀，或者遇到什么麻烦，耽误事儿。这个吉凶判断听起来很直接，但是材料里好像有个挺重要的提醒，是说不能完全死板的看生克，是吧？这点非常非常关键，绝对不能死记硬背。这个吉凶啊，一定要结合事情的性质来看。事情的性质怎么说？比如说你问治病，体生用，打个比方，体卦是金，用卦是水，金生水。按刚才说的，体生用是小凶，
对吧？但是在治病这个情境下，我消耗能量去生助代表病的那个用卦，可能恰恰是把病气排出去的象征，这反而是趋向好转的表现。原来是这样。但反过来，如果你问赚钱，同样是体生用，变成我花钱去促成生意，那可能就意味着开销大，利润薄，这就不太好了。所以死记规则不行，得理解生克背后的具体含义，结合问的是什么事儿，确实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除了主卦的这个体用关系，材料还特别强调了要看互卦和变卦，说它们代表过程和结果。难道只看主卦还不够吗？因为事情的发展很少是一条直线走到底的嘛，主卦可能只反映了事情的开端，或者只是某个时间点的状态。互卦呢，它揭示的是中间过程可能隐藏的一些因素或者波折，变卦则指向最终的结局。如果忽略了互卦和变卦，那你的判断就容易片面，可能只看到开头，没看到中间的曲折和最后的结果。那这个互卦和变卦，它们是怎么来的？又该怎么解读呢？简单说啊，互卦是由主卦的中间那几个爻，也就是第2、3、4爻组成下互卦，第3、4、5爻组成上互卦，这么重新组合而成的。它看的是事情发展到中间阶段的一个状态。变卦呢，是由主卦里那个变动着爻，我们叫它动爻，阴阳变化之后形成的一个新卦，它代表的是最终的结果。比如说，还是那个小赵开奶茶店的例子，主卦是烽火佳人，体卦巽木生用卦离火，这是体生用。小凶表示要投入，要花钱花精力。对，假设啊，通过爻组合，我们得到互卦是火水未济。你看，下户坎水克上户离火，这就可能暗示初期生意不太好。但是呢，下户坎水又生了体卦巽木，这有可能暗示后期因为投入会得到一些支持或者好转的迹象。中间有波折，但也有转机。再假设主卦里有一个动爻，变化之后得到了一个变卦，比如说风雷易卦，这个变卦里用卦震木跟体卦巽木是比合关系，比合是吉，这个变卦代表最终结果。所以综合来看，可能预示着虽然过程辛苦，初期不顺，但最终能找到帮手一起做，比合嘛，实现盈利。你看，如果只看主卦那个体生用小凶，不就忽略了过程的困难和结果的转机了吗？明白了，确实是这么说来，一个完整的分析应该是主卦看初始状态，互卦看中间发展，变卦看最终结局，三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整个事情的趋势。体用生克这部分，记住3个要点：第一，定准体用是前提；第二，生克吉凶要看事情性质；第三，互卦变卦看过程结果，不可缺少。卦象内部的逻辑我们大致清楚了，接下来这个3要灵应听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它不光要求看卦，还要看我们周边发生的事，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如果说体用生克是分析内因，那这个3要灵应就是结合外缘了。3要具体指的就是耳朵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象，还有心理产生的联想，就是耳目心。它的核心理念是古人说的天人感应，就是说，当你诚心诚意问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周围环境里出现的一些看似偶然的细节，可能正是这件事的某种征兆或者提示。这个听起来有点玄妙。天人感应是说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宇宙会给我们回信，像发邮件一样。你的心念移动，跟周围的气场会产生某种共鸣，那些正好在你起卦或者你集中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的，并且特别引你注意的现象，就可能带有信息。当然不是让你看见什么都觉得是暗示、草木皆兵，而是要捕捉那些恰逢其时，并且跟所问的事能产生联想的信号，要抓关键信号。材料里分了好几类外应，我们挑一些典型的，结合现代生活聊聊，这样更直观。比如天文地理，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地上的环境状况。传统上说问前途，正好云开见日，那是个好兆头。放到现在，比如你正问出行顺不顺，结果手机天气预报弹出预警，说接下来有暴雨，那可能就提示有阻碍了，对吧？对，这个很实际。看到路面交通顺畅，问事儿可能就顺利。但要是看到前面修路堵得一塌糊涂，那你问的那个事儿的进度可能就要延迟了。关键是看这个现象和你问的事儿能不能联系起来，得有关联。再比如人品之应，就是你遇到的人，比如说你问合作，迎面走过来一个人，看着特别和善，还对你微笑，这可能就是个积极信号。但如果你正问人际关系呢，旁边突然有人大声争吵起来，那你可能就得留意潜在的冲突了。现代场景下，比如你问一个项目能不能成，正好收到一个重要客户发来的确认信息，或者快递员给你送来一个期待已久的包裹，这都可以算是一种积极的人品或者说器物之应。器物也算，自身与器物也算一类，比如你自己或者对方一些无意识的
的小动作、表情，还有身边的物品状态。你自己不自觉地反复摸一个东西，可能代表心里犹豫不决。手机突然没电了，你正想联系某个人，可能就暗示联系不太顺利。突然收到一个微信小红包，你正问财运，也许就是个偏财的小兆头。关键是这些动作或事件是不是在你问世那个当口显得有点异常或者特别突出，得是特别的。还有动植物周围的动植物状态，比如看到窗外的花草生机勃勃，问家里的事儿可能是好事儿。传统说喜鹊叫是吉兆，乌鸦叫不太好。当然现在城市里乌鸦也挺常见的，这个也要结合具体情景看。如果看到一条狗冲你摇尾巴，你正问朋友会不会帮忙，可能就是个好兆头。感觉这个信息量好大，这么多潜在的信号，我们怎么筛选啊？总不能看到什么都对号入座吧？那样岂不是要累死？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关键所在，绝对不能乱联想。材料里总结了几个判断技巧。第一，看关联，外因要和你问的事情在逻辑上或者象征意义上得有联系，没联系的就别硬扯。第二，看吉凶，这个现象本身通常是象征好还是不好，比如花开是吉，花谢可能就带点伤感。第三，看动静，动态的外因，比如有人跑过去，车开过去，通常主事情发展快；静态的，像看到一座大山、一块大石头，通常主事情慢。这个还能辅助判断应期，动静还能定快慢。对。第四，看强弱或者说轻重，外因现象越不寻常，越引人注目，它的影响可能就越大。一声惊雷肯定比小鸟叫一声分两重，对吧？核心就是要抓住那个关键外因，就是那些在你起卦问世那个特定时刻发生的，跟你的问题相关的，让你感觉这个有点特别的现象，其他的无关信息就忽略掉。抓关键，抓关联，看吉凶动静轻重，明白了。好，捕捉到这些外因之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事儿大概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光知道吉凶，不知道时间点，感觉还是差点意思。这个应该就是应期判断了吧？对，应期就是让预测能够落地、更具参考价值的关键一环。不知道时间，很多时候吉凶的意义就打了折扣。材料里主要讲了3种可以结合起来用的方法。第一种是用卦数来定应期，这里用的是先天八卦数，这个要记牢：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切记是先天数，不是那个后天八卦的方位数。常见的算法是主卦的上卦卦数和下卦卦数加起来，再加上动爻的序数，比如说是第几爻动了，得到的那个数字可能就是应验的天数或者时辰数。比如前面说的择猴革卦，兑是2，离是3。如果假设是第3爻动了，那就是2 + 3 + 3等于8。那可能就是8天或者8个小时之后应验。还有一种是用卦所对应的地支来定，比如卦里有乾卦，乾卦五行属金，对应着地支是申和酉，那事情就可能应在申日或者酉日。第二种呢，是看五行旺衰来定应期，就是看这个事情对应在哪个五行最强旺的时间段。一般认为，事情多半会应验在体卦或者用卦的五行当令，就是最旺的那个季节、月份、日子或时辰，或者是它被生助的时候。比如说，体卦是木，震卦或巽卦，木在春天最旺，也就是寅月、卯月，也旺在寅日、卯日、寅时、卯时。如果你问世得到的卦体卦是木，那事情就可能应在春天或者某个月的寅日、卯日。这个跟季节、时辰有关。第三种就是靠外应的时效性来定应期，这个比较直观，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动态的外应，比如车开过去、人跑过去，通常主快，可能几天之内。静态的外应，比如看到大树、石头，通常主慢，可能时间要稍长一点。有些外应甚至自带时间信息，比如你正好听到钟声敲了3下，可能就应在3点或者3天。听到打雷的声音，雷对应震卦，震卦先天数14，那可能就应在4天或者4个时辰。方法还不少，如果这几种方法算出来的时间点有冲突呢？比如说卦数算出来是3天，但五行要等到下个月才旺，外应又看到一个大石头，是个慢象，听谁的？这种情况确实会遇到，实际应用中就需要综合权衡了。通常有几个原则可以参考，可以以卦数定应期为主，然后结合外应来判断远近。比如卦数是3，外应是个动态的，那可能就取近，就是3天。如果外应是个静态的，那可能就要取远。可以结合五行旺衰来看，或者把这个3理解成更长的周期，比如3周或者3个月。还要考虑事情本身的性质和大小。你问收个快递，那应期肯定是以小时或者天来算，但你问买房子这样的大事，那个数字可能就代表月份甚至年份了。最后，求测者本人的状态其实也有影响。
如果他心急火燎地问，状态很动，应期可能会来得快一些；如果他心态很平和，比较静，那应期可能就相应慢一些。所以你看，没有绝对的公式，关键在于灵活变通，综合判断。理解了，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综合看。大概的步骤就是先用卦数算个基础数，然后看看五行旺衰的时间点，再观察外应是快是慢，最后结合事情的大小和问事人的状态，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应期范围。大致是这么个思路。理论框架、观察方法、时间判断都有了。但是从知道这些理论到真正会用，肯定还有不少门道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吧？感觉实战起来会遇到各种问题。理论是基础，实践是关键。材料里也总结了几个实战应用的关键原则，我觉得非常重要，必须得把握住。第一个原则，体用为根，外应为叶，就是说卦象本身的体用生克关系是判断吉凶的根本趋势，是大方向；外应呢是补充细节，是枝叶，绝不能因为看到一个吉利的外应，就忽略了卦象本身显示的大凶趋势。反过来也一样，比如你问投资股票，卦象显示用克体，这是大凶之兆。就算你同时看到窗外有喜鹊在叫，这是个吉的外应，那也顶多表示过程中可能会有或者一点小利，但根本的趋势是亏损的。这时候就应该谨慎，可能见好就收，而不是被外应误导，觉得能大赚。主次要分清，卦象是根本。第二个原则，先问事再断卦，就是你必须得先弄清楚求测者具体问的是什么事情。同一个卦问不同的事，解读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得了泽雷随这个卦，体卦是对金，用卦是正木，体克用。如果你问合作，体克用表示我方能主导，事情顺利。如果你问报班学习，体克用也表示你能掌握知识，学得进去也挺好。但前提是你得先知道人家问的是合作还是学习，不能不问清楚就直接说这事顺利，那就可能断错了。对，目标要明确。第三个原则，抓关键万应，舍弃无关干扰，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起卦问世那个时刻，周围可能会有很多现象，但你只需要关注那些时间点正好契合，并且跟所问的事情有明显象征意义或逻辑关联的异常信号。比如说你问找工作，正好听到旁边有人打电话说那谁谁被录用了，这个关联性就很强，是关键外因。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或者路上有行人在走动，如果跟你问供货这事儿感觉没什么关联，那就不要去硬解读，免得干扰自己的判断。抓住重点，排除噪音，这几点确实非常重要。听起来梅花一树的精髓，就像我们知道的邵雍那些经典案例，比如观梅战什么的，其实不是凭空瞎猜，它更像是一种把卦离逻辑，比如体用关系、时间数这些，和当下捕捉到的关键信息，比如麻雀掉下来，什么时间发生的，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推理能力。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一种即时性和关联性的洞察力，要真正用好它，还需要一些心法层面的东西。一是心意合一，义理最终要存在心里的，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观察、验证和反思，才能慢慢内化。断卦的时候，尽量保持内心平静、客观，不带太多主观的期待或偏见，这样才能更敏锐地捕捉和解读信息。二是活学活用，不能死守着古书上的那些例子。古代说的车马，对应到现代就是汽车、高铁、飞机了。古代的书信，现在就是邮件、微信、短信了。要学会这种转译的思维，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和应用这些象征。三是常怀敬畏之心。艺术说到底是一种辅助决策、认识世界的工具，它不是用来算命、算死生的，更不应该用来炫耀或者做不正当的事情。要保持一种善意，对未知保留一份敬畏，这样这个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谓心正则张无不应，也是有道理的。那如果想练习的话，是不是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儿开始？比如今天出门顺不顺利，或者找个东西能不能找到？尝试起个卦，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现象，事后再验证一下，慢慢培养感觉。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从简单的小事入手，多做及时起卦，并且注意记录和验证，是提高准确率的不二法门。体用生克这个基础的分析框架，三要灵应这个很独特的观察方法，还有应期判断这个让预测更具体的技术，核心的思路我感觉就是先用体用生克定下吉凶的大方向，看清楚主体和环境的关系，然后用三要灵应捕捉周围的细节信号，
让判断更加生动和具体。最后用应期判断来推测事件发生的时间，让结果更有实用价值。对于想要了解或者尝试运用这种方法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关键可能就是几点：基础要打牢，先把体用、五行生克这些基本概念弄懂；实践要跟上，多从生活小事开始练习和验证；心态要摆正，不迷信，不依赖，也不要妄断。希望咱们这次探讨能让你感觉到，像梅花易数这样的中华传统智慧，它并非那么遥不可及或者神秘莫测，它更像是一种引导我们去更加细心的观察生活，更理性的分析问题，并且尝试去理解事物之间那些潜在联系的方法。它鼓励我们留意生活中的那些细节和模式。最后，也许可以留给你一个可以自己去探索的思路。就算你完全不去起卦，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试着有意识的去观察那些反复出现的人事物，或者一些特别的巧合，甚至是你自己下意识的反应和那些所谓的直觉？可以思考一下，这些生活中的信号是否也在悄悄地告诉你一些关于你当前状态或者内心需求的信息呢？这或许就是一种最自然、最贴近生活的心意合一，也是一种对世界关联性的朴复体会吧。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能够窥见中华传统智慧的一角。我们下次再见。